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颗石斛兰它的一个故事。这颗石斛兰呢，是在我快2年前吧，也是差不多2年前的时候，到西雅图旅游找朋友。我以前也住西雅图，但后来离开那边之后，过了几年又回去找朋友的时候呢，去了他那边当地的一个兰园，然后购买了这一颗兰花，然后就带上飞机，然后飞回来我住的地方。这个兰花它没有名字，但是呢，它的这个属别啊，其实就是 Dendrobium， 所以就是石斛兰。那它是属于迷你的这种石斛兰哦。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我用的容器呢，也是一般16盎司的这种中杯星巴克咖啡的一个大小，所以它是属于迷你型的石斛兰。我一般来说呢，兰花我比较喜欢 size 小一点的兰花，因为在居家环境里面啊，再加上我的这个兰花养兰花的架子上面位置并没有很多，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太大型的兰花。所以说像比如说虎头兰这一类的兰花，基本上我是不可能考虑的。或者是比较大型的这种文心兰啊，我也不太考虑。我以前有，但后来都送人了，因为我不喜欢它们就是太大颗。好，那再回到这个石斛兰上面，这个石斛兰呢，它去年没有开花，然后今年第一次重新再来花。我买的时候它有花，正在开花。然后这是第一次我自己养，把它养到重新又再来花。这颗兰花，它去年呢，经过了一些，它本身植株上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换了几种耕种方式，一直到现在这种有介质的半水根，它才真正开始就是茁壮起来。在影片的最后半部分啊，我有一个短片有把这个兰花呢。从盆里面拿出，从外杯里面拿出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它里面介质根系的状况。这是在影片的后面。那现在这边的部分就是一些它正在长花梗、长花苞的一个过程的照片记录。当初呢，我在想办法说要让这颗石斛兰怎么样长得好的情况之下，其实我有想过要把它就是上板，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兰友他们的石斛兰基本上都是垂挂式的，然后板植种在蛇木或木头上面，它们长得都相当的漂亮所以我也本来想要这样子尝试，但是呢，因为居家环境的问题再加上空间的限制，我没有时间上、空间上，我觉得都不太合适板植，所以呢，我还是就想说，好吧，姑且试试看有介质的半水根。但很幸运的是，这颗兰花它喜欢有介质的半水根，而且等一下后半部分你会看得到它根系的状况啊，你会发现说，其实这颗兰花真的相当的喜欢这样的一个种植方式，所以它现在呢就奖励我就是给我这些花来作为奖励跟鼓励。这颗兰花在晚上我家里的灯光照下去的时候，它偏粉红色，但是其实白天的这个强光下，其实它几乎整朵花是白色的，可能可以看得到一点点粉粉的背景，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只有它的唇的部分是比较，对它的中心部分颜色是比较深的，其他的时候呢，我觉得阳光下就是一般白天的阳光看到光线下面看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比较白一点。那这颗兰花呢，也跟大部分的蝴蝶兰一样，不是蝴蝶兰，石斛兰一样，没有香味是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石斛兰有另外一种非常优美的姿态跟蝴蝶兰比起来呢，它们的花型挺相似的，但是呢，有一种
我不知道就是石斛兰感觉有另外一种风韵哦，可能是他们的这种一支，可能因为他们的这个花梗啊比较细，所以呢，感觉上石斛兰总是让我觉得说他们是更细致的一种兰花品种。另外啊，石斛兰啊，大部分啊，养石斛兰很成功的朋友，我看到他们的戒指都放了很多石头。那我有一次问了一个兰友说，你为什么要放这么多小碎石？那他就放在上面，有时候甚至整个盆子里面，他就是用小碎石跟木炭来养石斛兰。当然这需要常常的浇水，但他说啊，因为石斛兰它的根比较细，但是又很喜欢通风，所以呢用石头来养的话，第一个它水就比较不容易积在里面嘛，那石头中有很多空隙，水可以流得掉所以呢可以有浇水的时候很湿润，但是等到蒸发完之后，它中间的空隙又有非常通风的这样的情况，是石斛兰最喜欢的一种生长方式，所以这个东西也提供给你做参考。那我这边的话呢，有介质的半水耕，等一下影片里面我们会再看到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颗兰花在有介质的半水耕也长得不错。那其实我还是直接告诉你好了，原因就是因为在它两个洞的下面蓄水池的部分虽然有很多的水，但是往上的地方呢，其实就是空气跟石头。那石头跟石头之间呢，这个发泡链石之间呢，它们其实是有空隙的，所以相对的呢，也提供了高湿度跟高空气这样的一个一个比例，应该这样说。所以呢，这颗兰花它的反应其实相当的不错，其实也让我蛮意外的。那另外呢，在施肥方面，其实跟我其他的兰花都一样。如果你跟我频道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勤劳的养兰人，因为为了方便其实我绝大多数的兰花99.9%的兰花都是用1/4浓度的肥料，兰花肥料。原因是呢，我只要调这样子一大桶，我就可以所有的兰花都用这个1/4浓度的肥料的这个水。我就不用特别去调50%啊、100%啊，怎么样的所以这颗也是一样，是25%的建议浓度的肥料。那每次呢，因为有介质的半水耕，这边我的周期就是大概每2周我会加水给水。那每次就是大概差不多每2周时间，我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杯内几乎是已经没有水，而且呈现非常干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内杯的杯子里面呢，没有再看到任何的水汽凝结。这种情况呢，就是有介质半水耕应该给水的时候。好，那这边呢，就是跟大家刚刚提到的影片的部分。影片的部分呢，这个兰花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一颗细细的花梗上面，目前是给我开了5朵花。那总共这一个花梗上面，一共就是7朵花的这个潜力应该不算多，因为我看过石斛兰有开过更多花的。但是呢，因为基于它是这种小型的迷你的石斛兰所以应该这样子应该算正常吧。但是呢，这个东西还要有待时间的，就是就是经过一些时间之后，我们再有待审查，看看它是不是还有一次开更多花的潜力。那这个部分很好玩这一条石斛兰，它就只有开，当时我还以为它会在那个花梗会继续长，但长到最后就是只开1朵花。所以可能所有的养分都被之前的这个另外一个比较长的花梗给抢走了。然后在影片中，你可能也有发现到其实这颗兰花在某一个就是石斛兰上面，其实它有一个你看这边中间的地方有一个 cakey， 有一个紫珠从
旁边长出来。但是呢，我就不分株，因为它的根系也已经够长了，也已经超过3条根系、3-5条根系，而且有的已经长到戒指里面，我就不打算从母株上面把它移除，因为这样子一整颗的我比较好管理啊，我也不想要因为那一个紫株我就再重新把它弄成另外一盆兰花，这样子太难用了。总之，你看到这边杯内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水，这个时候呢，我就不会再进行加水的动作。那你看到现在这边所有的根系也都由上往下长进来了，所以这个兰花基本上呢，它有得到一个相当稳固的感觉。然后呢，有部分根系是常常是有空气、有水汽，那有部分根系已经长到蓄水池里面，就是一直都有水分。所以呢，当它需要水分，它就会往上吸。那因为这些根系是自己长进去这个蓄水池的部分，所以它已经习惯高水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它也比较不容易烂根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